嗨，歡迎來到少主離的魔玩頻道。今天我們來玩 BT 計算王第2款的烙鐵，目前還只是一個樣板的階段，我們也是來看一下外形以及變形結構如何。人形的高度到頭頂在24公分左右，身上的美術風格，哇，這是我最看重 BT 這一款的地方，就很千紙鏈的那種味道。拿起來的分量其實也挺足的啊，身上的板件給的很厚，所有的板件都是全塗裝的效果啊，漆面亮閃閃的，一些細小的刻畫，在塗裝的細節上邊小的一印，哇，做的都是很精細的，而且这種裝甲堆疊的層次感做得很好，头雕做的也是非常漂亮的，很豐富的細節，尤其腦門這裡的散熱孔，眼睛用了這種電鍍的藍色，脖子360度旋轉。點頭抬頭也有一定的餘量，帶了非常多的武器，身上也有各種5毫米的插孔，可以隨意的搭載。肩膀上边這2把槍還可以跟這樣折起来，變成肩炮的形式。背後的背包也可以把這些武器還有合體的大手全部搭載在身上，全部摘除掉以後，身體整個還是很清爽的。背後的背包是一個輪子疊放過來的，當然如果你不喜歡這個造型，可以把輪子從中間一劈2半打開，放在肩膀上邊。2個大輪圈中間也有一些細節的塗裝刻畫，斜着擺成2個小翅膀，其實也挺好看的。肩膀平舉，這裡是一個齒輪關節，一段就可以折到90度。變形的關節第2段還可以舉到更高，360度旋轉沒有問題。二頭肌360度旋轉。合金的手肘關節屈臂的時候，這裡是2段關節，第1段折疊90度，第2段往起拉伸的時候，裡邊會有一個聯動的效果，把它拉出來。哎，也是這一套的一大特色啊，非常的漂亮。手腕左右旋轉，全指可動手。另外包含一個變形結構的關係，我們可以把手腕旋轉180度，順着這裡邊打開，哎，把後邊的排氣筒弄出來，可以當成臂炮的形式。通過這些接口的各種互動，擺出一個火力全開的姿勢。也是挺帥的嘛。繼續來看腰部360度旋轉，這裡邊也是一個齒輪的關節。側裙甲這裡可以搭載刀具，上下2個不同的接口，也可以把槍掛在這裡。打開3片裙甲，前踢幅度還是非常大的，可以踢到90度多一些。後踢的話，大概只能折到10幾度的位置。不過人體的正常結構，後踢也踢不了太大的幅度啊。側抬這裡是一個齒輪關節，支撐的穩定性90度沒有問題。大腿根部360度旋轉，膝蓋位置這裡也是一個雙段的齒輪關節，第1段折疊90度，裡邊是合金的零件，第2段再往下折的時候和之前的鋼邊一樣，大腿上邊可以抱甲拉下來一截，哎，也是這一套的一大特色。腿部的造型層次的堆疊非常好，也是把輪子隱藏在了腿的中間。腳踝左右接地，範圍非常的大，中間這裡也是一個合金的骨架，腳尖這裡變形的需要可以前後的活動，腳後跟雙關節可以拉出來，哎，有一個180度的旋轉，也是一個變形的需要。腳的造型可以按自己的需求來，我覺得做成這樣的高跟鞋也挺好看的。哎，看到這個高跟鞋，我突然想到這玩意兒是不是重塗一個克勞米亞？也不是沒可能。整體來看，這個系列的人形做的都是非常成功的，雖然並沒有100%的去還原記憶裡邊的形象，但是也符合了現在的一些機械人的審美。再加上全身的做工用料材質都是相當棒的。那我們来看一下這一款如何去變形。首先胳膊2個拳頭我們剛才已經完全的收納進去了，然後翻開這一塊，裡邊有一個蓋板加鎖扣的位置，通過雙關節往內收納，疊放進去，壓到最底下，通過後邊的蓋子再鎖上。肩胛這裡有一個凹槽，我們把這一塊折下來，剛剛好插到凹槽裡面進行固定，然後把胳膊整個的舉高。背後這裡的輪子我們拉過來，通過中間的插口結合鎖在一起。肩膀上邊這裡左右有2個鎖鈎，給它打開，然後晃一晃2個胸口，給它整個拉開放下來，中間這裡提上去這一塊，把臉整個蓋住，側面的凹槽和臉頰這裡進行結合，上方這裡的輪子提起來，肩膀這裡通過雙段關節整個的翻平，翻平以後可以看到中間有很多的卡口，白色的一個點兒，這個地方的鈎子其實也是一個插口，對應的是這個凹槽。
然後這一塊黑色的扣子，另外還有手臂側面的扣子，對應的是這個地方的凹槽。通過這裡邊的雙段關節往下壓，縮下來，然後同時結合，另外一側合上來，全部夾住。這裡還有個小細節，拉起來胸口這個圈兒，上半身我们就搞定了。腿部的变形設計也是很簡單的，外側的這一塊甲先打開卡扣，翹起來，90度翻過去。膝蓋甲這裡打開，拉起來，裡邊的雙關節往外扣一下。內側這裡也是打開這個扣子，根部這個位置就是雙段關節了，我們往下翻一翻，從裡邊看，這裡有一個小的鎖鈎。給它拉出來，外邊的這一片擋肉零件給它打開90度，然後放到外側來。腿肚子的這一塊打開中間的卡扣，然後順着這個位置拆鬆，就可以整個讓過來這一片裝甲，通過連桿把它甩到上面去。下邊這裡的結合注意一下，通過根部的雙關節把這繞過來，這兒有一個燕尾鎖。找準，先定一下位置，接着把膝蓋甲雙關節回歸扣合回來，這一片翻下去。上方這裡其實就是兩段 Z 字雙關節，按形狀拼合好就行了。腳後跟拉起來，雙關節旋轉180度，腳尖90度折過來，再把上方的這個蓋子雙關節放下去，通過裡邊的腳踝雙關節再往裡縮。壓平即可。注意看，左邊這裡是一個燕尾鎖扣，我們先把這一塊定好位置。上方這裡翻起來的黑色扣子對應褲衩的後方這裡先定好，然後雙腿左右夾合，再用這一片蓋子蓋過來，把這一塊燕尾鎖扣插上，連同後方的插扣固定。翻到上方來，打開裙甲正中間。哎，你說這個位置設計的，然後裡邊再掏出一個。中間的鎖扣，這裡是兩個圈要同時的結合。從內側看一下，雙關節拉過來，這個圈套在這裡鎖上，這個圈和玻璃側面的這裡鎖上。同時前方這裡和膝蓋甲上下又有兩個扣子，給它插進去。全部找準位置都扣合好，再把這條腿拉過來。結合，這樣的結合操作會更加的輕鬆一些。最後一步，我們把前輪整個的往下掰，拉到最底下有一個鎖扣的感覺，把它定住。那麼好，這款烙鐵的載具形態就變形完成了。倒三輪枸杞兔子，整個的造型偽裝程度其實還可以吧，也是有了 G1的一些元素，但是它的变形過程非常的簡單，相对於這麼大的一個合體玩具來說，這個变形結構已經相當的舒服了。推車滾動的話，輪子是可以旋轉的，但是軸會偏緊。駕駛艙的兩塊透明窗戶可以跟這樣翹起來一點幅度，中間的這個空間放兩個大克隆小人完全沒問題啊，放頭領戰士都是夠用的。全車的長度在26公分左右，另外通過大量的接口也可以把它的武器配件進行全收納。最後我們也是來進行它的合體過程，拆的過程中也是先後的順序啊。我們先把这一片翹起來，拉開這裡邊的雙段關節，撥一下，把這一塊撬鬆。上方這裡先拆這一側，把中間的扣子打開，前方這裡壓合的膝蓋位置的卡扣打鬆，把這兩塊全部先拉出來，手臂位置側面所有的卡扣全部脫開，腰部的前後這裡夾着的扣子把這裡打鬆，這塊會有一些緊啊，把它拆開，然後通過根部這裡拉起來，裡邊的扣子拆開，雙段關節把腰部拉長，扣過來，中間這裡是合體連接的關節。順着這一塊的齒輪把它掰出去，還是很緊的。折出来合體的關節之後，我們把這個拉長的腰部再鎖回來，前後這裡的扣子給它結合上。手臂這裡繼續翻開蓋板的卡扣，把它的胳膊延長到人形的狀態鎖住，順着這裡旋轉180度，雙關節疊放下來。
現在腰部這裡是前後2個卡子在鎖的，還不是很穩定。於是我們需要打開側面這裡的金屬色蓋板，順着這裡邊可以翻出來側向維度的卡扣，再通过雙關節往回壓，把這塊折進去，順着側面的凹槽插上，蓋住。哎，於是胸口和腰部這一塊是4項維度的插合，這個結合起來就很穩定了。中間這裡這個圈拉回來，胸口的裝甲放下去，脖子通過根部的双段關節，這回裡邊有了空間，縮到胸腔裡面。這裡把前輪折疊放下來，然後側面的扣子再進行結合。打開這些卡扣，双腿中间的扣子再拆鬆，大手左右2半扣合在一起。结合的时候注意看，这裡有一個弧線的凹槽，對應的是輪毂中間的位置，把這兒滑進去，把扣子全部夾住。這回往回扣，繼續要先翻這一片，把這裡的插扣折好。雙腿原先的這個圈是套在這裡的，現在我們就可以通過雙關節往下翻折，拉到前面來，讓這個圈去套這個扣子，哎，結合到這個位置。好，另一側再掛回來，另一側再結合，把它套上。全指可动的大手來回活動，造型都是非常棒的。另外呢，因为烙鐵這個前輪的結構啊，它的手腕還可以跟這樣往下彎折一些，上方這裡還有一個上抬的幅度。武器組可以通過這些接口再次搭載到手臂上來，在裝甲上面進行一些裝飾。不過這2把槍，我感覺將來以後會不會進行合體啊，變成計算王的大槍？這一塊可以折下來一個握把。另外側面這裡還有很多長條狀的插孔。目前3個形態都是用不到的，感覺應該是最後組合成大型武器的一個合體結構。總體來說吧 ，BT 的這個系列啊，從第1款的鋼邊玩完了之後，就感覺做工用料方面，包括美型的設計以及3形態轉換的變形結構很簡單啊，這個是非常難能可貴的。不過組合金剛最後還是要看大合體的完成效果。那麼大家覺得這一次 BT 的烙鐵做的如何呢？歡迎在評論和彈幕留下你的觀點。這期咱們就玩到這兒吧。